这是在哪？我在骑车。这是什么情况？《速度与激情》沙漠特别版，还是哪个大聪明导演拍的烂片现场？哎，刹车！呸呸呸！还好胳膊没断，腿也还能动，就是从里到外没一个地方不疼。刚才那一下，屁股绝对是核心受力点，现在火辣辣的，估计已经不是2瓣了，是4瓣，不8瓣都有可能。到底是什么鬼地？我是谁？我要到哪里去？除了知道自己叫石墨，别的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家庭住址不知道，家人是谁没印象，有没有在意的人大概也没有。我不会是被人算计了吧？到宿主生命体征稳定，精神状态符合绑定要求。30。宿主您好，人机辅助系统竭诚为您服务。不是做梦，真不是做梦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不对，台词串了。系统，宿主您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还有，我为什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前所处的位置为蓝星3号废土世界，位于西北无人区。失忆的问题是由于灵魂融合产生的暂时性后遗症。废土世界，灵魂融合，这信息量也太大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是原来的我了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您的灵魂来自于另一个平行世界，与这具身体的原主灵魂进行了融合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对这里的一切都陌生，怪不得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虽然有点伤感，但更多的是庆幸。那我还能恢复记忆吗？可以。本系统即将为您灌输原主以及您前身的部分关键记忆。哦，好。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让记忆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！灌输开始。啊！我。这他妈叫做好准备，这他妈叫部分关键记忆，你管这叫辅助系统？系统，你不讲武德！这不是我的身体，两个我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这具身体原来的主人。我本来只是个普通上班族，下班骑车，还在想晚上常吃火锅还是烧出来，再睁眼就到这鬼地方了。另一个黑发青年是华夏农大的学生，结果高温缺水却折在半路上。既然我占了你的身体，你的愿望我尽量吧，前提是我得先活下来。你看看你这小身板，也太弱鸡了点吧？就这点体能还想穿越无人区，心是真大啊！我操！系统，救命啊！哈哈，
宿主，本系统为辅助系统，旨在帮助您适应并改造当前世界无法供超前现实逻辑的物品。系统，那你倒是辅助我一下啊！我现在感觉自己快要嘎了。本系统可以为宿主提供数据化身体面板。拼死！系统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我刚过来就要2进攻了，这开局也太地狱难度了吧！根据检测，宿主身体机能已降至临界点，若不及时补充水分和休息，快告诉我哪里有水啊！废话，我当然知道要找水。可这是哪儿啊？西北无人区，你让我上哪儿找水去？完了，BBQ 了。原来是条狗。嘿，兄弟，要来点不？慢点吃，没狗跟你抢。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叫旺财了。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好运。哎，我们走。打铁伤，有打铁的响动，就说明附近有人家，有活人。老乡，老乡，能给口水喝吗？你是哪儿来的？华夏农大的学生，去林场的技术人员。哎呀，是技术同志，快进屋歇着。先喝水，慢点，别呛着。技术同志，看你这样子，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？那你这话说的，我咋听着不太对劲呢？刚来还没捂热乎呢，你怎么就问我聊不聊？哎，技术同志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你不是第一个来的技术人员，来了好几波了，都是有大学问的人。来了，往这光秃秃的塞罕坝上一糗，扭头就走了。都说这地方太苦了，不是人待的，种啥啥不活，一年到头连口饱饭都混不上。陆家村就指望着林场能把树种起来，挡住杀大家伙的日子好过点。可技术人员都留不住，这树啥时候才能种起来啊？老乡，走是别人的事，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走。你信不信，总有一天
这地方会变成一片绿色的海洋。我跟你保证，塞罕坝一天不绿，我一天不离开。拔在这儿了，谁来都别想把我拔走。开玩笑，我可是带着系统来的男人。种树那不是基操吗？技术同志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必须的，比真金还真。好啊！太好了，我们有盼头了，刘家村有盼头了！老哥，别激动，稳住。技术同志，天快黑了，你可不能再赶路了。这山里晚上不安全，你就在我家住一晚，明天再走。有狼！狼？长草不？那必须住下啊，安全第一。老哥，你放心，我不跟你客气，你这儿比我那5星级的沙丘大床房舒服多了。啥大床房？你等着，俺也去给你和你那狗弄点吃的。这顿饭吃的真香。今天还剩点活儿，俺也去院里干完。俺也去看看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这可比在网上看什么手艺人视频带感多了。这才是真正把力气和技术拧到一块儿的活儿。每一锤的落点都像算好了。发力、翻转、压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检测到宿主正在认真观摩学习打铁技艺，学习进度正在解析10%、30%。技能初级打铁。效果：你已掌握基础锻造知识，能够打造简单农具和铁器，成功率加10%。我靠，还能这样！这系统是个学习机啊！只要我认真看、认真学，就能把别人的技能直接学过来啊！这比写轮眼还离谱，直接刻进脑子里了。那我要是看别人做饭，是不是就能学会顶级厨艺？有点意思啊，咋？吃了再走，热乎的。钱不多，但不能白吃白住。黄毛狗走了，上班去。技术同志，俺也去不了太远。这位厂长气场也太强了，不会是想先给我来个下马威吧？啊，华夏农业大学。哎呀，大才子，高材生啊！变脸也太快了，川剧团少了他，票价都得往下掉。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都过来一下，手头的事先放放。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华夏农大派来的高材生，石墨同志。石墨志，今天起，他就是咱们围场林场的技术专员，专门负责咱们的绿化工作。欢迎欢迎！我的天，终于派来个正经大学生了！啊，华夏农大的那可是全国顶尖的学校啊！哎，别，各位领导同志们太客气了。
个刚毕业的学生，专员可不敢当，大家叫我小石就行。说白了，我就是个臭种树的。都听到了啊！以后小石就是咱们自己人了，谁也不许欺负新同志。那不能够啊，厂长，我们保护还来不及呢。小石啊，别紧张，坐。我看你的档案上写着家庭情况，你是一个人过来的，家里没人了，孤家寡人一个，在哪儿都一样。所以组织上问我想去哪儿，我就选了这儿。我觉得这儿挺好，有山有水有树，还有旺财陪着我。好样的！既然来了，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。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工作上有什么想法，随时来找我。这地方我还真来对了，谢谢厂长。现在天还冷，地都冻着，大规模的绿化工作也开展不了，就先安顿下来，在厂子里四处转转，咱们就大干一场。我听厂长安排。那个厂长，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申请一下。说，您看他这口粮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？你这小子可以呀，上任还带着警卫员来的。行，多大点事儿，咱们林场不差一条狗的饭。就跟食堂的老刘打个招呼，保证饿不着你这位旺财同志。谢谢厂长，您可真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别在这儿拍马屁了，于洋，过来坐会儿。来，别客气，进来暖和会儿。厂长，您找我？这是新来的同志，你带他去宿舍。我提前让人收拾出来了，就是西边最里头那间。你跟旧夹克青年说说咱们这儿的规矩，带他熟悉环境。好嘞，哥，你好，以后我带你熟悉这儿。石哥，你真是华夏农大的啊，太牛了！我们这儿多少年没来过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了。嗨，什么牛不牛的，毕业了还不是一样得找地方搬砖？一样，你是技术岗，是专员。厂长都说了，咱们围场的未来就靠你了。你这话说的我压力都上来了。对了，咱们这儿平时都干点啥呀？会不会很无聊？聊是有点，不过人都挺好的。没事儿，大家凑一起打打牌，喝喝酒，也热闹。等开春了，漫山遍野的跑，那才带劲呢。是啊，到了，就是这间。我靠，单人宿舍，这待遇也太好了吧！我还以为要跟一群人挤大通铺，连呼噜声和脚臭味我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了。这简直是送了直升贵房！哈哈哈哈！嘿嘿，是厂长特意给你安排的。给黄狗的可不是吗？了，你这狗是功臣，跟你一块来的，那也是咱们围场的一份子，必须得有编制啊！好家伙，我这还没正式入职呢，倒先给他混上编制了。瞧你那点出息啊！这饭是真香，分量也足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地方真把我当自己人。石哥，醒醒！厂长让去会议室开会。
来了来了！完了，第一回正式开会，我可别迟到丢人。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开会。今天叫大家来，就一件事：种树。坝上，把树给老重新种回来。知道大家在想什么，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对不对？以前或许是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正式成立塞罕坝机械林场高寒地区植树攻坚小组。组长，我亲自来当。总负责人就是这位从华夏农业大学来的高材生乱发青年同志。啥玩意儿？技术总负责人？我连这儿的土都没摸熟，就给我扣这么大个名头，这担子也太重了。这时候不能怂，厂长是在给我搭台子，我不能自己拆台。领导，各位前辈，感谢您的信任，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是没底的。在学校里读了几年书，但那都是纸上谈兵。您是咱们厂里的定海神针，是这方面的泰山北斗。我这个技术负责人，说白了就是给您打下手的。以后具体怎么干，还得您来掌舵，我跟着您好好学。你小子倒是会说话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只管问。哎，那太好了，谢谢您。好，有白发工装老者这句话，咱们这事儿就成了一半。工作计划，黑发青年，你跟白发老师傅多沟通，尽快拿个方案出来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今年开春必须让第一批树苗在坝上扎下根。这几片地方，你先别看名字好听，风口硬，土薄，苗子下去站不住。是得先挑能保水的地，这里地势平缓，能保水。学校里的理论可能真能和您这几十年的经验对上啊，不错。明天跟我上坝上转转，光看图不行，得用脚去量。好嘞。厂长，我有个请求。说。我想看看咱们厂里以前所有关于植树造林的资料，越详细越好，包括气候水文记录、土壤分析报告，还有历年种树失败的档案总结。没问题，我马上让档案室把所有资料都给你送到宿舍去。路不好走，开车不方便，骑马最快。那个，我不会骑马啊。啊？叮！通过动态视觉捕捉与核心肌群模拟，您已成功解析基础骑术动作模块。技能基础骑术已掌握。啥玩意儿？系统？嘿，你小子不是说不会吗？这动作比厂里好多小伙子都标准。可能我天赋异禀吧。叫跑马梁，一年到头风就没停过，表层土全被吹跑了，底下就是石头。
跑马凉风口强，旧河道可能有暗水层，和资料里的气候记录能对上。那就是整个塞罕坝仅存的一棵树。这就是咱们塞罕坝的全部家底了。一颗，就剩这一颗了。我们试过很多次了。从建厂开始，年年种，年年种了死，死了再种。樟子松、落叶松、云杉，能想到的耐寒树种，我们都试过了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这样。风太大了，把土都吹跑了，树苗的根刚扎下去，就算侥幸活下来，冬天零下3、4又干的没水，也熬不住。狗皮帽老人，咱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想错了？想错了？想错了？什么意思？咱们的目标是造林，对吧？废话。但咱们现在的做法不叫造林，叫种树。当然有，种树是把树苗插进土里。然后赌博是创造一个能让树活下去的环境。我们不是赌徒，我们是工程师，是环境改造师。环境？这风，这天寒地冻，这是老天爷定下的环境，怎么不能改？咱们之前的思路是想用树来防风固沙，对不对？这是教科书上写的。可现实狠狠给了咱们一巴掌啊！这里的环境已经恶劣到连树都活不了了，你还指望他们去防风固沙？这不跟让一个快饿死的人去跑马拉松一个道理吗？他跑不动啊！那你的意思是，怎么让他活？我不知道。灌木，种那些根系发达、生命力旺盛、不怕风吹、不挑水土的灌木，比如沙棘、宁条这些。它们长得快，根扎得深，能像一张大网一样把这些流沙死死的抓住。等它们长起来，地皮保住了，水分也能存住一点了，风速也减缓了，我们再灌一小子刀子啊！先让辅助发育毒，给射手创造输出环境。胡闹！我们是林场，不是灌木场。上头要的是成材的森林，不是一堆没人要的矮树丛。现在是连矮树丛都没有，咱们得先解决从0到1的问题，再考虑从1到100。这还不是全部。您看他为什么能活下来？因为他牛逼啊！他是天星国这片土地证的王者。他的种子就是最宝贵的财富，这里面藏着适应这片风土的基因密码，不能再从外地调树苗了，来多少死多少，我们得自己育苗。在这里用这棵树的种子建立我们自己的苗圃，成熟率绝吊打那气候。先固沙，再造林，本土育苗，适者生存。这小子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走！干嘛去？回去！找厂长和书记去。你这套东西必须让他们也听听。现在，这片风口要是再压不住，明年开春还是白忙。苞米活不下来，地也留不住，问题还是卡在根上。老陈，你这是要拆房子？
厂长、书记，你们先停停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天大的事儿。不是我，是他，让他说。于厂长、曲书记是这样的，我们过去一直想着用乔木直接防风固沙，可这地方的环境已经恶劣到树苗根本活不下来，所以我的想法是反过来走，先固沙，再造林。先种沙棘、银条这类耐风耐旱、根系发达的皮先抓住，把风速压下来，把水分留下来。等灌木带把环境养出来了，再往里面穿插栽松树、云杉这些乔木。咱们不能再一味从外地调树苗。跑马梁那棵树能活下来，说明应该就地采种，自己建苗圃最适宜这建苗圃。从这里长出来的苗子，打小就适应这里的风、沙和温差，这才是真正能在塞罕坝站住脚的苗。可要是真成了，那就是几代人都没走通的路。短发青年，你这个思路不是补丁，是换了条路。厂长、书记，我在跑马梁听完就明白了，这套法子值得试。小石，你说的这套，你有几成把握？科学不是算命，没法说几成把握。但我知道，按老路子走，成功的把握是0。换条新路，至少我们也有赢的可能。好，就这么干。我同意你的方案。从今天起，开春的绿化工作就由你和风沙老公。发青年同志，有想法，有魄力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是该多听听你们年轻人的声音了。对了，你昨天要的那些资料我都看过了，些太旧了，参考价值不大。我让办公室的同志连夜去地区书馆别和图个专业需求，刚刚送到，已经让人给你搬回宿舍去了。好家伙！于厂长这是真下血本了啊！连夜托人从地区书馆搞来这些，这是把我当成塞罕坝的全村希望了。系统还有这功能？之前在厂部资料室看了那么多材料，系统最多蹦几个零碎知悉点，从没这么正儿八经的提示过。难道这系统的学习功能非得完整读完一本书才给奖励？哪里是书？五虎起飞！开卷，干！我往死里干！看这块表层松，底下有点板结，水一浇下去未必能吃住。上面有风蚀，下层透气差，保水也一般。要是硬种乔木，前期成活率怕是不高。行啊，小子，最近真没白看书。书上的东西一落到地里，立刻就能对上号了。真给奖励了，脑子清醒多了。那些复杂功现在扫一眼就能记住个大概，连腿上的酸劲儿都轻了。白天跑了一整天，晚上居然还撑得住。这系统我 IDS， 英你这可比玩游戏升级还爽。
以前看沙地只觉得慌，现在再看，酸碱度、含水量、先锋树种、灌木搭配，全都自己往脑子里跳。卷吧，谁也别想拦我当卷王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不清楚，大家都围着呢。听说是新分来的大学生。好家伙，文艺青年来沙漠体验生活了。这是准备给沙子开光，还是给树苗超度啊？灰发工人、黑发青年，你们来的正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同志，燕京林学院的高材生，大家欢迎。黑框眼镜青年同志学的专业是木材加工。木材加工？咱们这儿连根像样的木头都找不出来，加工啥？加工沙枣树枝吗？这不是专业不对口吗？木材加工，大哥你是否骗场啊？我们这儿是种树的，不是伐木的，还是种了死了种的骨灰级难度。你跑来这儿提前考察未来市场，心也太大了。专业不对口，可以学吗？我看眼镜青年脑子活，肯钻研，是块好料子。眼镜青年同志从今天起就分到银发工人和黑衣青年他们组，跟着他们先熟悉一下咱们这儿的情况。你也是大学生，跟眼镜青年有共同语言，没问题，多带带他。欢迎欢迎，多个人多份力。行了。这不就是我上辈子看过那部年代剧的主角配置吗？剧名记不清了，反正就是讲一个燕京来的大学生，专业不对口被分到林场，先是各种不服，各种作妖，跟领导对边疆，成了领业英雄。那哥们儿在剧里就叫冯成，也喜欢拉手风琴，做了那么多都没被开除，简直是编剧亲儿子。现在编剧亲儿子活生生站到我眼前了，我这是穿越到故事里了？不对，我只是穿越到了这个年代，可这个年代居然真有这么一个剧情人物。管他呢，主角也好，配角也罢，都别挨着我。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，离主角远一点，免得被剧情杀。
安安稳稳苟着才是王道。小石啊，干得不错。我听老于说了，你来了之后，咱们育苗基地的技术难题解决了不少嘛。您过奖了，都是陈工指导的好，我就是打打下手。哎，年轻人不要太谦虚嘛。一个大学生，还有那个冯成也是大学生，你们俩就是咱们赛罕坝林场的宝贵人才啊！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上级重视我们，把最好的技术人员都派到我们这儿来了。是，书记说的对。希望一个学种树的，一个学砍树的，这俩凑一块儿是准备搞可持性结单局吗？灰发干部这滤镜开的真不小。唉。今天开个短会，主要就是一件事，关于新来的眼镜青年的工作安排。经过我和中山装男人的研究决定，眼镜青年同志就正式分到白发老公和黑发青年他们技术组。大家欢迎！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说吗？厂长、书记，省长，我来赛罕坝是响应号召来支援建设的，是带着一腔热血和我的专业知识来的。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木材加工与利用，我的专业是研究如何提高木材的利用率，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，而不是在这里把树苗种下去，看着它死掉，再种再死。坏了，哥们儿，你这地图炮开的也太准了，一句话把所有人都给干沉默了。让我一个学木材加工的去种树，人才的专业不对口，更是对培养我的不负责任。阿尼亚，我拒绝这样的安排！放肆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什么叫浪费人才？需要你到哪里，你就应该到哪里去发光发热。你以为这里是集市，还让你挑挑拣拣？安排是让你来服从的，不是让你来讨价还价的。你一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，懂什么叫建设？你这死小凤姐！我只是实事求是，我的专业用武之地不在这里。你给我出去，好好反省反省。老曲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年轻人嘛，刚出社会，有锐气，有想法。眼镜青年同志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理论要联系实际。咱们这儿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饭都吃不饱，哪有成材的木头给你加工？先学会种树，把树种活，种成林，这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，也是唯一的目标。再说了，我们也要考虑到眼镜青年的家庭情况，对他多一些耐心，多一些引导，不能一味的批评嘛。冷静点儿，别把事情闹大。他先动的手，这里我说了算。我只是旁观，那就继续旁观。散会。小峰刚来，路上也累了，先去安顿下来，休息休息。短发青年，哎，厂长在呢。你带黑蓝棉袄青年去宿舍，就安排在你们那个屋。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，你多帮衬着点儿。
不知天高地厚，厂子的大门开着呢，想来就来，想走也没人拦着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陈公，陈公，消消气，年轻人嘛，火气旺。老陈，少说两句。你们俩平时多看着点他。开春之后，他就跟着你们第一批上坝，先去种种树，磨练磨练性子。麻烦，这人一看就是个浑身长刺的刺猬，谁碰谁扎手。你睡这儿吧，被褥都是新的，刚从库房领的。你乐意个屁！你那份也是集体的粮食，不是你家大苗头！你还敢顶嘴？你打！检测到宿主正在深度观摩手风琴演奏技艺，是否进行技能复刻？是，必须是。这哪是讨厌鬼，这分明是行走的技能包，是移动的经验宝宝。大哥，请务必继续你的表演。妈的！我们他妈的累死累活，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，这畜生倒好，吃上白面馒头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敢？有火！我就动了，你能怎么着？你个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城里少爷，还想跟我们动手？好家伙，真人线下动手比看电影刺激多了。最好能来点真本事，8级也行。怎么着，哑巴了？城里来的少爷没见过这阵仗，吓傻了。今天这狗，我们吃定了，谁来了都拦不住。我说的。吵吵什么呢？都堵在门口干嘛？还让不让人歇了？嚯，我说呢。冯专家，你这可真行啊！我们食堂的白面馒头是给你这么糟蹋的？人1个月都分不到几个，你拿来喂狗？你这心是偏到锅炉去了吧？你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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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天天累得跟孙子似的，就盼着吃口好的。他倒好，拿着我们的口来触手，废了！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你们这群土匪！这是我的狗，我的馒头，我想怎么喂就怎么喂，关你们屁事儿！嘿，你还来劲了是吧？那馒头，这林场的粮食哪一粒不是我们工人辛辛苦苦挣回来的？你一个坐办公室的，凭什么这浪费？都逼我，谁都在逼我。啊！先生！我的天，打谁都别打厨子，真把人打坏了，明天全林场都得断粮。冯专家，冯大哥，咱是文化人，能吵吵就别动手，行不？你这一棍子下去，食堂明天可就真断粮了。我不是。先别说了，
松手就对了。哥，你可千万别删号，你这技能我还没学全呢。反子呀！要伤人了！一个城里来的专家要伤人了！一个城里来的专家要伤人了！走，跟我去厂部找于厂长说理去，这事没完。静安，放开我！厂长、书记，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们要是不管，我就自己讨个说法，我不管了。我老刘在林场干了快20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？他一个新来的专家就敢拿棍子打我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！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，我就去上级部门反映，我就不信没个说理的地方。老刘，你先消消气，消消气。老刘，你先消消气。事儿肯定是潜回大一南部队，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了。但是你看，他也是一时糊涂，太护着那条狗了。咱们能不能内部处理，给我个面子？老刘，这事儿闹大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稳住，我们还有办法。听我的，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你吃的是林场的大锅饭，他也是林场请来的专家。给我个台阶，我记你这个情。小子，今天算你运气好。嘿，坎肩男人替你求情，这个面子我给了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接受条件就放你走。你说，以后你的狗不准再吃白面馒头，不准吃任何正经粮食。喂，就拿我们食堂每天的剩饭剩菜去喂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。以后你要是再敢乱来，我直接把狗炖了。这是给赛虎的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真跟一条狗过不去？走，干嘛去？大老爷们儿有事还能咋地？喝酒去。哦。看什么看？给狗的。谢了。我们是营地保卫小组，找一个叫冯腾的人。同志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接到消息，一个叫唐琪的人从驻地跑了出来，就是你们这里，跟冯成在一起。唐琪没听说过。你到底隐瞒了什么？现在必须交代清楚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说。人确实来过。在哪？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走了？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那姑娘在这儿待了没几天，嫌我们这儿太苦，自己跑了。我们拦都拦不住。跑了？千真万确，这事儿我们厂里不少人都知道。我们这儿穷山恶水的，留不住人呢。前些日子，他平时完了，他平时都干些什么？没干什么，就待了几天。什么时候走的？
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这个人，你们要看管好，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他哪儿也不准去。是，我们一定配合。哎，关禁闭！我给他弄个单间，好好反省反省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一个唐琪差点把我们整个林场都给端了，现在他又给老子玩绝食，他是想干嘛？想上天吗？这事儿可大可小。一个大学生专员，要是在我们这儿饿出个3长2短，他娘的能不知道吗？可我能怎么办？人家保卫小组点了名要看管的人，我敢放吗？先劝劝吧，让陈工去试试，他们都是知识分子，有共同语言。闭口吧，人再难也得先把命顾住。你这样扛不是办法，你这样扛不是办法。心死了，听不进劝。开春在即，造林就是咱们眼下最大的事儿。心不能散，手也不能停，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，今年这场硬仗就必须打下来。各位师傅，各位兄弟，嘿，让刚才说的目标很大很实在，但咱们都知道，想做成事，得先把基础打牢，把方法找准。咱们今年种树跟往年不一样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漫山遍野的撒种子，能不能活，全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。那是赌博，咱们林场赌不起了。我的计划是先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。咱们北边那道大坝上开辟一小块试验田，先上坝进行小规模实验。我作为先遣队，从今天开始就常驻坝上。住的地方我已经解决了，阵子塌了的那个地间，我已经带人修好了。虽然简陋了点儿，但遮风挡雨没问题。士们，在坝上做实验，不仅仅是为了摸索出适合咱们这儿的种树方法，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咱们的老大难问题，那就是树苗。有人听着，这不是请求，是命令，没人能逃避现实，明白就照做。年年从外地买树苗，长途跋涉运过来，10棵苗运到这儿，能活5棵就算烧高香了。能花出去了，活儿没干成，你说冤不冤？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咱们自己的本地的苗圃。我们必须团结一致，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。算我一个！胡闹！蓝工庄青年同志，你这什么态度？这是动员大会严肃的场合。黑发青年，你冷静点儿。坝种树不是儿戏，那上面的环境你不是不知道，风硬的能把人吹跑。咱们搞林业的上都得脱层皮。再说了，专业不对口，可种树从选种、育苗，谁说我不懂？我天天抱着林业教材啃。
我把书馆里所有关于北方抗旱造林的书都借出来了，卷种到育苗，从病鸡蛋防护到林木管护，我都研究过。你们以为我这1个月在干什么？我在为今天做准备。我就是要上坝，我就是要去种树。研究过，看几本书就叫研究过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，是专业和纪律的问题。我立军令状，挥发棉服领导，给我一个机会。啊！种不活树，我就不下坝了。死也死在那上头。疯了吧？这是立军令状。还死在上头，至于吗？这哪是请战啊，这简直是拿命在赌啊！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！好，可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啊！这要是出了事儿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但是丑话说在前头，军令状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。这样吧，黑发青年的计划是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搞试验田，这很好。眼镜青年，既然这么有信心，我也不能打击你的积极性。我给你1000棵树苗。啊，眼镜青年，你也领1000棵树苗。你们俩就在这坝上给我打个擂台，时间就定在1年后，看谁的树活得多，长得好。赢了，我给他请功；谁输了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咱们林场不养闲人，更不养说大话的废物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这1个人上山开荒，怎么突然就成双人打擂台了？不过也好，有竞争才有动力。散会了，小心点。外面风声紧，走，边走边说。好，明天还来吗？来，但要更谨慎，明白？灰夹克，你牛啊！你这还没上山呢，就直接跟人杠上了。杠啊，这叫技术交流，懂不懂？哈哈，技术交流，你小子就是嘴硬。那当然，不然怎么混啊？话说回来，你更牛。我听说了，坝上那个塌了的地井子，你带着2个人3天就给修好了，还加固了。我的天，基建狂魔啊你！那必须的。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没个落脚的地方，真上去跟西北风拜把子啊！我可不想当那个被风干的靓仔，所以啊，先搞定粮草。你先退下。是。厂长，您说。石墨啊，冯成那小子，你别看他今天跟个炮仗一样，其实就是个书呆子，一根筋。他是个技术人才，可惜专业不对口，怀才不遇，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呢。你上了坝，多担待点儿。那个人犟得很，一搞起研究来就不要命，你看着点，别让他真把自己折腾废了。毕竟你们是战友，不是敌人。于厂长看着粗，心倒挺细。放心吧，厂长，我懂。都是为了给大地添绿，内部问题嘛，能动口尽量不动手。就你小子贫。到了，东西都在后头，你们自己看着些。走，先去咱们的根据地。风太大了，抓紧了，坚持住，马上进去。门在晃。怎么样，还行吧？哥们儿亲手打造，5星级的家。不错。
那必须的，真有你的。来，补充点维生素。从今天起，咱俩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。老冯，说真的，咱俩也别搞什么二人转了，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没用。地方有多邪门，你现在也看到了。咱俩要是还各搞各的，那就是作死。不如合作，技术共享，资源互补，一起努力，把这任务给完成了，不香吗？这根本不是你死我活的决斗，是开荒组队，能并肩干，谁还真想内耗？不用，厂长说了，是比试，我不会占你便宜，你也别想帮我。这叫挂壶，栽种前的重要步骤。歪门邪道，管他黑猫白猫，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。你那套太古典了，得跟上变化啊！好小子，你可真是我的福将！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再拍就拍散架了。这已经不是差一点了，这是彻底输了。这还叫别高兴太早，99%的成活率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咱们赛罕坝有救了。我马上就去整理方案，全场推广你的方法。领导，冷静，冷静。科学，咱们要讲科学。这次试验的样本量只有1000颗，规模太小，存在偶然性。万一我就是单纯运气好，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呢？这要是贸然全场推广，万一失败了，那损失可就大了。黑夹克青年说的对，科学实验必须具备可重复性，自成功确实不能完全说明问题。我们必须进行更大规模的复现实验，来验证这套方案的稳定性和普适性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建议是立刻进行第2次种植实验，规模要比这次大10倍，并且我需要一个助手。冯工，别搁那儿低落了，伤春悲秋不适合咱们林业人。我这儿有个重要的项目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想邀请你入伙，有没有兴趣？他是在请我一起干。
我这套种树的方法，说白了是野路子，是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经验。经验这个东西不稳定，也没法大规模复制。我想把它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，一套写在纸上，谁看谁懂，谁学谁会的标准流程。这活儿我干不了。你能干，你是专家，是文化人，我需要你把我的技术变成科学。以后塞罕坝成千上万的职工都需要这套标准来指导工作，我需要你把这套技术传承下去。我跟你干！喂，9000棵树苗，9000棵，你小子真敢开口啊！而且，这次实验我只要2个人，我和冯工。2个人种9000棵，多了手杂，标准就不统一了。这实验的目的，一是为了验证技术稳定性。青年，你要100%掌握，我要确保眼镜青年能100%的掌握所有细节。这活儿必须我俩独立完成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谁也别想插手。我同意。加克青年考虑得很周全，技术攻关和技术传承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棉衣灰发男人，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。从科学角度讲，样本量越大，实验结果越可靠。9000颗的样本足以排除所有偶然因素。我也支持黑发青年的方案，而且苗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。现在就回厂里，亲自去苗圃给你们挑，正把最好、最壮的9000棵苗子给你们准备好。好，批了！别说9000棵，你要是能保证成活率，9万棵，老子都给你批。蓝面夫青年，记下来。航成立公关小组，一切后勤最高规格保障。撤离，所有人撤离，快跟上，别掉队！抓紧时间，天要黑了。那个石工啊，别眼镜青年，你还是叫我小石吧，咱俩现在是搭档了，别那么客气。诺，以后咱俩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。这是我的传家宝，你先拿去看看，预习一下。这些都是你看的？不然呢？我种地靠的是脑子，又不是蛮力。哦，现场教学。们不讲怎么挖坑，怎么浇水，那些都是表象。咱们先讲一个核心概念，我管它叫给树苗坐月子。哦。9000棵树苗密密麻麻地栽满了整个山坡，从远处看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充满了生机。最大的难题是水。一个搞木材加工出身的专员，哪干过这种体力活？没几天，他肩膀上的皮就磨破了，火辣辣的。但他一声不吭，咬着牙，跟着蓝衣。
小石，歇会儿吧，我感觉我这把老骨头快散架了。冯公，这才哪到哪，我一个人开荒的时候比这累多了。坚持住，等这批苗子活了，咱俩就是这片林场的开国元勋。元勋不好当啊。哎，舒服啊！小石，你干嘛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睡觉？你看看那些苗子，都快渴死了。安了安了，眼镜青年，别那么焦虑嘛。我夜观天象，掐指一算，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。算什么了？你个半仙儿！告诉你，咱们这是科学种树，不行你那套。这又是唱的哪出？非也非也，我算到3天之内必有大雨，所以今天开始咱们可以休息。你又在胡说八道了。大雨？你看看这天，连片云彩都没有，哪来的雨？我看你是想偷懒，想疯了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俩打个赌，要是3天内下雨了，你以后就得叫我大哥。两赌赌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张嘴能不能凭空说出雨来。接下来的2天，石墨是真的一滴水都没滴。天气依旧晴朗，看你这个神棍等会儿怎么收场。可就在他准备找石墨兑现赌约的时候，天色忽然暗了下来。远处的天边，黑压压的乌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翻滚而来。他愣住了。下雨了！下雨了！真的下雨了！下雨了！真的下雨了！不，你个活神仙啊！你真是神了！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场雨是及时雨，也是考验。雨太大了，刚栽下的树苗根基不稳，容易被冲倒。乐乐！他们深一脚浅一脚，看到有被雨水冲歪的，就赶紧上前，一个人扶，另一个用铁锹陪堵。这场好雨，他们必须帮这些脆弱的小生命扛过去。不准，这把更错了！但老板息肉却前所未有的踏实。他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，眼神里充满了敬佩。你这本事，我是真服了。树活下来才算真本事。1个月后，9000棵树苗在风雨洗礼后，全都顽强地活了下来，成活率100%。这个消息传回厂部，电话里激动的嗷嗷叫，说要给他们请功，也渐渐归于平静。每天巡山，看看树，日子过得悠闲自在。而平静很快被打破。这天，一辆熟悉的吉普车再次开到了山坡下。不对劲！眼镜青年同志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核实。2位同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上次不是已经核实过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这是我们的工作，请你不要妨碍。我们只是请潜移青年去了解一些情况。小石，没事儿，我跟他们去一趟。唐琪又是为了那个的事。那一晚，黑发青年彻夜未眠。直到午夜，一个踉踉跄跄的身影才出现在视线里。小石，陪我喝点儿。好。
小石，咱俩结拜成兄弟，行吗？求之不得。从你放下专员的架子，跟我一起挑水那天起，我就拿你当亲兄弟了。来，干了这碗酒，以后你就是我哥。好兄弟！小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来今天都告诉我了，唐琪他婚没了。原来是用这样一个残酷的方式换来了一个解脱。他给冯成盖上被子，自己走出了地勤子。夜空中繁星点点，从今天起，他们就是真正的兄弟了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是真正的兄弟了。喂，哥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睡呢？你昨晚那酒品可真不咋地啊，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，鼻涕眼泪糊了我一身。别吵，起来！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失个恋吗？救了个跟欠的更乖，懂不懂？我想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我陪你。啊，不用，我就去镇风神树那边看看，我爹埋在那儿。差点忘了，他来塞罕坝还……行，那你自己去吧，路上小心点儿。最近这山里不太平，听说有野兽太转悠，早点回来。伤心成这样，还硬撑着往山里跑。日子还得过，这些小家伙可比什么都金贵。爸说过，镇风神树是这片林子里最老的一棵松树，几百年了，它一直镇着这片山林的风。我来了，对不起，你这么久才来看你，都结束了。他走了，我也没事了。他们说我是清白的，清白，用一个人的离开换来的清白，这算什么解脱？你说这俩小子行不行啊？这山上的活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放心吧，一个是老手，另一个嘛，技术人才，理论知识肯定没问题。就是不知道这俩人合不合得来。那孩子命苦。行了，咱们都过来看看不就行了？师部，封城！嘿，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咋了？一惊一乍的。
酒少了1瓶，是那种度数很高的烈酒。孩子昨天被保卫小组带走问话，回来就跟丢了魂一样。这大清早的，他又拿走1瓶酒，一个人跑出去，他别是想不开吧？要是真拧死了，麻烦就大了。啊！去哪儿找啊？这么大的山，这孩子能去哪儿啊？阵风神树，对，一定是那儿。我想起来了，他爹就埋在那棵大松树底下，他肯定是去那儿了。所有人跟我来，木报阵风神树。这冯程怎么还没回来？坏了，他不会一个人跑去阵风神树那边了？那个死脑筋，真要撞上那伙人，今天非出事不可。我告诉你，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！这棵破树挡了我们村的风水，今天必须砍了！赶紧给老子滚开，不然连你一块收拾！我再说一遍，这是集体林木，是重点看护对象，砍树是不对的。我看谁敢！今天谁要砍这棵树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！嘿，你他妈还跟我玩命是吧？老子今天还就非砍不可了！我数3个数，你再不滚开，这锯子可就不长眼了！1、2。搁这玩现实版砍树模拟器呢？是觉得这山里的信号不好，还是觉得厂里的规矩不管用啊？你他妈谁呀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社会上的哥，专治各种不服。黑夹克男，你小心点儿，他们人多。哥们儿，听我一句劝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我保证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接受处理。少他妈吓唬我！老子在这一片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穿开拓呢！兄弟们，趴个卵！他就一个人，给老子一起上，干倒他！都他妈给我住手！你没事吧？你这孩子可吓死刘叔了！你们是哪个村的？谁是带头的？领导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们就是看这棵树长得有点歪，想给它扶一扶。我瞅着你小子有点眼熟，你是老郑家3小子吧？厂长，您认识我爹？我只认识你爹，当年跟我还是一个生产队的。别说这棵有上百年历史的阵风神树，你动一下都得受处理。于厂长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，这不对啊！林场的宣传车天天在你们村口的大喇叭里喊保护森林，你跟我说你不知道？老子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坏了？先消消气。厂长说的没错，你们今天的行为已经不合适了。现在你们是初犯，
而且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破坏，这次可以先不追究你们。但是规矩不能破。眼镜男，你马上去通知山下各个村的负责人，让他们明天上午9点，一个都不许缺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还有你，你小子给我听好了！今天起，这坝上所有的树，一草一木都归我们林业局管。谁再敢乱动一根树枝，我让他承担后果。你们现在就给我滚下山啊！把要开会的消息挨家挨户的给我传达到位。放下工具，撤，别停下，快走！妈的，一群法盲、文盲，简直是林业保护工作上的绊脚石！小程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多亏于厂长来及时。刚才那记斧子虽然没砍在树身上，厂长，您这波操作我只能666啊！现场教学，规矩先锋。我看今年林业系统的优秀个人，非您莫属。你小子少贫嘴！今天要不是你们发现的早，这棵老祖宗可就真遭了这帮兔崽子的毒手了。老伙计，受惊了。这棵树少说也有300年了，是咱们这片林场的定海神针。于厂长。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，坝上这么多我宝贝个网友啊，咱们之前那个约定，是不是可以提前提上日程了？约定就是派人上坝的事儿啊，我觉得宜早不宜迟。我们这边的技术攻关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眼镜青年已经彻底掌握了灌木快速培育和移栽的技术。真的，小峰，石墨说的是真的，就搞丢的。于厂长，基本没问题了，成活率可以保证在90%以上。好，太好了！还等什么？下个月就明天，明天我就给你把人都叫上来。今天回去就开会，把厂里最能干的几个小伙子都给你派过来。只要能把这坝上的风给镇住，把这沙给固住，那我就先谢过于厂长了。人我可就收下了，到时候概不退换啊。只要你能管得住，随便用。人到了。施工、冯工，你们好！奉厂长命令前来报道。好家伙，于厂长这是把队伍里的精英直接给我送上来了。别，赵哥，可别这么客气。这儿没那么多规矩，咱都是来搞建设的。行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咱们得先解决住宿问题。图纸你都懂，你来指挥。赵哥，你以前是干啥的？侦察岗位，代理队长。嚯，专业对口啊！那你负责训练？训练？咱们这工作风吹日晒，这几位同志的体能训练就交给你了，标准不用太高，就按你们侦察队的来就行。
开个玩笑，你看着安排就行。另外还有个事儿得提醒一下大家，是咱们坝上的看护主管，黄的叫旺财，没事多跟他们联络感情，别被当成坏人给误伤了。啊，该介绍的都介绍完了，大家也互相认识一下，然后就开干吧。俺叫张福林，叫俺老张就行。我叫魏富贵，富贵的富，富贵的贵。我叫高个青年。我叫圆脸矮个青年。你俩这名字一前一后，合起来倒像一句话。你爹妈挺有文化啊。内部分3层开挖，逐层清理，动作要稳，不能破坏地层。赵哥，走，带你巡视一下咱们的江山。那就是咱们的龙兴之地。等他们把地菌子挖好，咱们在这坝上就算扎下根了。你那个训练任务可不是简单的让他们跑跑步就完事儿了。我跟你交个底，咱们现在这7个人，以后还会有第2梯、第3批人上来，到时候你手下这4个兵就得是班长，是教官，得去带新来的人。所以啊，标准不能低。除了训练，你还得帮着眼镜青年。浇水是个大工程，那几根水管子跟宝贝似的，得有人盯着。你眼神好，经验足，这事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行了行了，别整得跟厉军令状似的。争取早日住上咱们的地下白光。左边在下半桥，底面必须找平，不然后头夯土吃不住劲儿。乱发硬汉，你这训练也太狠了！我现在闭上眼都觉得有人喊向右看齐。现在多流汗，后面少趴窝。挨下去，挨下去，我疼。今天把这边坡面再修齐1层。哟，援军到了！根公，你可算来了！是啊，终于到了。我这光杆司令可就要弹尽粮绝了。嘴还是这么贫，东西都拉来了，一样不少。师傅，稳住！接好了，小心点。放下了。好，工具接着，树苗放好，继续。风沙大了。黑帽老人，您一路辛苦，不辛苦？地银子刚挖好，好。条件简陋了点儿，您多担担。这儿分单间和标间，要不您跟我集。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总统套房是啥样的。你小子行啊，这才几天就弄出这么个窝来，不赖。尼宝老人，关于育苗的事，我有个想法，想跟您探讨一下。我想试试全光育苗。
理由？你也看到了，坝上这风，哦，跟刀子似的，用多粗的钢筋都顶不住这连刮几个月的妖风。风一大，网一破，苗该死还是得死。而且这里气候太干了，就算有遮阳网，蒸发量也大得吓人。小苗的根系本来就弱，根本锁不住水。与其把它们当温室里的花朵养着，最后上山还是被一巴掌拍死，不如从一开始就让它们在狼窝里长大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只有在全光照、大温差、干暗强风的环境里活下来的，才是真正的战斗苗，才能在这片沙地上扎下根。你小子真是个疯子。行，我这把老骨头就陪你疯这一回。是失败了，我跟你一起承担。得嘞，有您这句话，这事儿就成了一半儿。水是命根子，苗圃必须建在离水源最近的地方。问题不大，咱们带了调配用的粉剂。咱们分4个苗床，一个做对比，就用常规方法，剩下3个搞全光育苗，但是处理方式上做点区别，看看哪种效果最好。行，就这么干。同志们，开辟新战场了！那成了，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把这地方养出真正能活下去的苗子了。齐活儿，灰发老人，您瞧瞧这苗床多标准，跟教科书里画的一模一样。您怎么了？别动！您必须马上下坝！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好着呢。就是这风太冲，呛着了。呛着了能咳出血丝。糊弄我也别糊弄您自己。我刚才听了您的呼吸，肺里有很明显的杂音，而且是不正常的那种，情况绝对不是小事，必须马上去做个详细检查。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得住，苗还没出来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必须亲眼看着他们从土里钻出来。您糊涂啊！重要还是您的命重要？您要是倒下了，这摊子事儿谁给我又找戏啊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您先下坝把身体养好了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哦，你这小子还不把天给捅个窟窿？这苗圃要是出了岔子，我找谁哭去？啊！黑发青年，灰发老人，这是硬劝他不会走，得给他一个必须回来的理由。行，您不想下坝也行，
打个赌，不立个君子协定。您先下坝休养，就当是给自己放个长假。我呢，在这儿给您看好家。坝上降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您再上来。雪的时候上来干嘛？看雪景？当然不是，咱们得干一件大事儿，给种子雪藏。我雪藏？把处理好的种子埋在雪层和冻土之间，让它们在最严酷的低温环境下完成休眠和春化。今年开春再播种，出芽率和抗寒性都会强到爆。而且这套方法简单易行，明年您就等着看丰收吧。这法子靠谱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您就说这事儿您干不干吧？雪，您上坝，我俩一起动手。在这之前，我就负责在这儿挖好雪藏坑，把一切都准备妥当。您看怎么样？不去做动物园都屈才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说好了，第一场雪我准时回来。你要是敢把我的苗圃搞砸了，得嘞，您就请好吧。苗床吃够水，后头才有盼头。现在省一趟，开春就可能少一片苗。陈公不在，你倒真把自己当掌舵的了。他把这摊子交给我，我就不能让他翻船。年轻人，林业、农业、气象、地理这些旧书可不轻松，你真都要？只要跟塞罕坝这片地沾边，我都要。啃这些书的年轻人不多了。这些也拿去吧，半卖半送。书放在我这儿睡觉，不如跟你去坝上干活。一穷二白，机器没有，条件没有，可知识能补一点是一点。陈公，您安心养着，等第一场雪来，我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。小子，坑挖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先铺干草，隔巢。种子分门别类包好，别混了。比我想的还细。等他们在这里睡一冬，开春醒过来，就该不一样了。您再让我给您看看。陈公，我得跟您说句实话，您这肺上，我怀疑长了个不好的东西。现在还很小，就是个早期的瘤子，但是不能再拖了。这是我给您开的一副药，都是些固本培元、温和养护的草药。您回去后找个靠谱的药房，按方抓药，每天熬服。一定要去正规地方做个彻底的检查。苗要等您，我也等您。这一遍消毒做得仔细，后头少遭罪。把桶和消毒液递给我。睡了一冬，床也得收拾干净，不能让他们一醒来就碰病害。还真精神，像憋了一冬的劲儿。等温水一催，药剂一拌，就看他们愿不愿意给咱们争口气了。插播省事，但苗挤在一起，抢水抢肥。点播慢点，
可每棵苗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位置。你连浇水都要一个点一个点来，不能瓢泼，也不能乱冲，水多了土一板结，芽顶不出来。每一粒种子都得喝到水，但不能被水压住啊。有你的包裹，还有信。来嘞，来嘞！家里给你寄来的吧？这分量可不轻。看着像，闻着都像家里的书味儿。儿啊，见字如面。这字迹是娘写的。家里一切都好，勿念。家里换了带院子的住处，等你回来住。天冷了，记得加衣服。钱够不够花，别不舍得吃，身体是本钱。上次你寄回来的药酒，家里人喝了说效果特别好，腿脚利索多了。随信给你寄了一箱子书，都是托人淘换了，有你喜欢的专业书，也有几本闲书，解解闷。放心吧，家里人，儿子在这边挺好的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还能给大地添绿呢。好家伙，真是一箱子书啊！这哪是包裹，这是给我送宝库来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接触大量相关领域知识，知识库正到进行整合升级。整合完毕。恭喜宿主获得新技能高级种植术，整合植物学、土壤学、病虫害防护、育种学等多项能力。这个去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，买一送多，打包升级。这波叫知识学习，系统给助力了。不是家里人，你这书单是不是有点太野了？丁，检测到特殊技能书8级全谱系，必须学，技多不压身。恭喜宿主习得新技能8级崩。嘿，哈！好家伙，以后谁敢来我的林子里乱碰，我直接一个8级崩送他离开，这很合理吧？今天把大家紧急召集过来，是要宣布一个消息。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！陈宫从坝上回来了。白发工人，你来跟大家说说吧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事，我们在塞罕坝的育苗实验成功了。这消息简直不敢相信，千真万确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培育出的第一批云杉和樟子松树苗，在移植到实验林地后，成活率达到了90%以上。
90%？你确定不是0.9%？你喝了多少啊？说这种胡话！是啊，在咱们厂里的苗圃里，成活率能到70%，都得敲锣打鼓放鞭炮了。嘿，你跟我说在塞罕坝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90%？老陈，咱们是搞技术的，要实事求是。这个数据，你敢拿你一辈子的名誉担保吗？这根本不科学，这比说母猪能上树还离谱。都给我安静！我知道你们不信，说实话，我刚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也不信，以为老陈是在跟我开玩笑。但是，口说无凭，眼见为实。书记，马上安排车，3辆卡车，所有在场的负责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跟我上坝。咱们今天就亲自去看看，去看看老工人他们到底是在创造奇迹，还是在跟我们所有人开一个天大的玩笑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厂长，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开过去，快！活了，真的活了！老陈，你们真的做到了！厂长、书记，这就是小石提出来的全光育苗法培育出来的苗子。以前都觉得小树苗娇贵，得遮阴，得避风，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着。但小石说，咱们这是要往沙漠里种树，不是在花园里养花。一出生就得适应这里的环境，不能惯着。咱们去年秋天一共育了6000棵云和樟子松的苗。开春，我带着人过来一颗一颗的数，你们猜怎么着？5927颗，还是剩少了，成活率接近100%。这些树苗分了3个地方试种，选的都是风口和沙地。你看这长势，非常好。我跟小石、小冯他们商量过了。下一步就是扩大苗圃，有多大的地方就给它搞多大。明年我们就要让整个塞罕坝都看到绿色。老赵，你这是谋杀！我这脑子里装的都是塞罕坝的未来，摔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就你这3脚猫的功夫，上了山碰到野兽，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这文化人讲究以德服人，不动手。各位领导大驾光临，恕罪恕罪。欢迎领导前来视察工作，我们营地全体同志。你小子少给我来这套虚！是，算你小子机灵，首长过奖了。是，还有小冯、赵队长，
都上车，走，带我们去看看你们种下去的那些宝贝疙瘩。是首长，我们这就带您去。